欢迎大家来到立生国画小课堂。咱们今天这个纸呢是一个半生熟的云龙轩。第一步，咱们先把要画的花头的位置先定出来。那么花头的位置定出来以后，那么就是下一步，咱们可以把荷叶的位置也定一下。荷叶的位置定出来之后，那么看一下反瓣的、正瓣的，咱们把它都定出来。下来就是荷杆后边还有一个莲蓬，咱们也把它定出来。现在咱们用胭脂色调一下，里边呢加一点点的墨色，先调一个底色。勾线用的咱们就是胭脂色加咱们的墨色。下来咱们用1号毛笔，那么先在咱们的胭脂加墨的调的这个颜色，笔根有多余的水沾一下。那么先把咱们的这个花头笔尖上沾了一点点墨汁，对，先把它莲蓬画出来。咱们今天的莲蓬呢，画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莲蓬。对，这个也是咱们这说荷花，它这种莲蓬也是非常多的，表现的非常多。那么咱们今天画的时候，也画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先把它定出来。对，把莲蓬的位置先咱们定出来。那么下来咱们就看荷花怎么去画。花瓣儿，先画一个大的花瓣儿，咱们先把这个大的花瓣儿先画出来。画的时候也是用钉头鼠尾。那么毛笔上呢，你看就是以胭脂色为主，是不是？基本上就是胭脂加墨，就刚才咱们调的那个颜色。那么画的时候也注意一下，你看整个花瓣的姿态。现在咱们呢，把这个莲蓬的结构咱们画一下。现在咱们看一下花瓣怎么去画。下来呢，咱们仍然是先蘸咱们的那个花青加墨，笔尖上是一点墨色。那么下来看一下第二个小的花瓣，咱们一个一个的去画它。小的花瓣呢，一定要接到咱们莲蓬根的地方每一个花瓣都要到莲蓬根的地方。下来咱们再继续画一个小一点的花瓣，咱们再继续再加一个，在小的下边再加一个花瓣。那么加这个小的花瓣的时候，也让它错落有致，一个一个的去加它。好，现在咱们呢一个一个花瓣去画它，里边画完了，咱们画外边，先画左边，画一个比较大一点花瓣。画的时候看一下它反瓣的地方，咱们把它画出来。现在咱们把所有的花瓣都用钉头鼠尾的画法画出来。那么在画的时候注意一下每一个花瓣之间的它这个穿插的关系，特别是前边的花瓣和后边的花瓣，它有一个遮挡的关系，是不是？那么现在咱们再看一下，前边小的花瓣都画出来了，那么咱们再下一步就给它后边再加一些花瓣了。那么这样呢，也就是咱们荷花的那种结构，一层一层的咱们去加它。现在咱们在后边再加一个。所以画荷花的时候，大家先要就是把这个结构知道了，然后咱们怎么去画它，你看都是可以的，是不是？小的钉头鼠尾。那么用笔的时候，对，要有弹性，要有灵活，那么要有停顿的关系。现在在后边咱们再加一个，所有的花瓣咱们画的时候都要连到咱们莲蓬根的地方。那么所有的花瓣咱们在画的时候都要有一个遮挡的关系。那么现在咱们再画一个大的花瓣。大的轮廓画出来了，咱们给它画一个翻卷的感觉，对，把每一个花瓣咱们把它的姿态都画出来。那么现在你看前边这个花瓣是不是很漂亮？那么笔尖再沾一点点墨汁，咱们再来一个，再穿插到后边后边的咱们再穿插到后边。那么仍然是钉头鼠尾，画的时候让这个花瓣很有姿态。现在咱们把每一个花瓣都再加一下，看哪里需要再加的都把它加一下。画荷杆的时候那么也注意就是它的这个中通外直的关系。
那么盒杆也把它那种酷酷的感觉画一下，这个就是咱们画树枝的这个线条，轻轻的把它抻一下。现在咱们把小刺儿也给它点一下。那么在后边再加一个大的花瓣，咱们再给它加一个大的花瓣，对，让它这个荷花呢姿态更加漂亮一点。那么现在咱们调颜色，先调一点花青，再调一点点咱们的藤黄，笔尖上现在再来一点。那么把咱们的莲子，你看画一下，咱们今天的莲蓬莲子比较漂亮。你看笔尖上是这个花青，所以呢颜色就稍微重一点。现在再调一点点的这个胭脂色，把它这个尖尖点一下。每一个尖尖都点一下，让它有一个立体感，是不是尖尖有一点点胭脂色了？那么下来再调一点鹅黄色，把莲蓬的边边画一下。然后笔尖再来咱们的珠标色，点一点点珠标色，把莲蓬、莲墩墩的侧面咱们给它一个颜色。对，现在莲蓬的颜色就出来了，是吧？那么笔尖再有一点胭脂色，把它这个莲蓬边边点一下，让它立体感更强。现在呢，笔尖再用胭脂色把每一个花瓣儿把它提一下，这个用一点点胭脂色一点点胭脂色，每一个花瓣儿咱们都把它提一下。那么现在呢，你看，就是笔尖上咱们来一点点的胭脂色，把每一个花瓣尖尖，只是从尖尖的地方轻轻的往下扫。扫的时候注意一下就是笔尖上的颜色稍微重一点，然后收笔的时候呢，稍微让它淡一点点。那么这个也就是说，也用这个钉头梳尾的形式，是不是？那么每一个花瓣尖尖的地方，咱们压它一下，后边呢，咱们把它提一下。对，收笔的时候要轻，咱们这个落笔的时候稍微重一点。那么在晕染的时候只是笔尖上咱们来颜色。在一个落笔的时候那么也注意一下，你看轻中轻重的变化是不是那么笔尖上稍微给它颜色稍微重，咱们每一个都扫一下，这个不要把哪一个花瓣忘了每一个都扫一下。好，笔尖再来，你看，现在咱们笔尖蘸一点点的胭脂色。那么把每一个花瓣尖尖这个就是连到咱们莲蓬的这个地方，你看花瓣这个连到莲蓬的这个尖尖的地方，对，也就是最靠近莲蓬的地方，用笔尖压一下，对，用胭脂色。那么第一笔是重颜色，压完之后，咱们用这个笔呢轻轻的扫一下。那么一定现在看过来，咱们怎么用笔？先用笔尖儿对这个胭脂色，把这个花瓣连接的这个结构的地方，你看，先把它扫一下。然后呢，笔尖上的颜色淡了，咱们往下边再继续扫。所以说这个就是咱们怎么去用笔。那么每一个都扫到。现在呢，咱们把笔尖你看颜色就淡了。那么把咱们这个花瓣的里边扫一下，反边不要扫它。现在咱们就笔尖调一个太白色用一个干净的笔，只在笔尖调一点点太白色。那么现在咱们看一下花瓣怎么晕染。你看笔尖压一下，对，笔根和笔肚是清水，是不是？只把咱们笔尖压一下，轻轻的扫一下就可以。那么在晕染这个花瓣的时候也要小心不要把咱们的墨线盖住了。对，你看我现在压一下，因为笔尖是重颜色，只需要把它压一下就可以。每一个这个花瓣在晕染的时候呢，咱们注意一下，都是反瓣的地方，你看全部是咱们反瓣，对，把它压一下，然后再扫下来。这个一定要小心也要细心一点，全部是把它外边的反瓣，你看笔尖点的是一点点稠稠的颜色，是不是？把所有的反瓣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它。
对，从里边儿再往外边儿走啊，也是由里边儿的花瓣儿，咱们晕染完之后再晕染外边儿的。那么一层一层的来，这一步啊就要小心一点。看笔尖再压一下，对，再走。每一个啊都是一样，把反瓣的地方先用笔尖的稠稠的颜色，这边颜色咱们笔尖上调的颜色就稍微稠一点点。那么笔根和笔肚是清水，是不是？笔尖上如果颜色不够了，咱们稍微调一点，蘸一点点白颜色就可以。那么这一步啊，一定记着是咱们的太白颜色要稠一点，只在咱们笔尖的地方调一点点的太白色。啊，你看有的地方我压一下就可以了。那么里边的花瓣你看就淡了，是不是？啊，里边的花瓣咱们就淡了。那么每一个里边啊，调的时候都是一个淡颜色，就是牛奶状的淡颜色。只有把外边的花瓣咱们调的时候，你看稍微稠一点。那么到这一步的时候啊，咱们这一步的时候就是把所有的外边的都把它晕染一下。现在呢，咱们就是每一个花瓣啊，那么晕染的时候，大家也看到了，咱们就是从外边最外边反瓣的地方先晕染它，笔尖上是稠稠的白颜色，对。那么看哪一个没有晕染完，咱们继续再晕染。这一遍啊，晕染完了之后，全部都调完，然后看哪一个地方还需要把它再收拾一下，再点染一下。那么完了之后，咱们就要看里边了。里边呢，用颜色就是稍微淡一点，就是咱们的牛奶状的，是不是？咱们就用一个牛奶状的，啊，那么轻轻的把它扫一下。那么现在看扫里边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不要把咱们的这个刚才勾的这个线把它压住了。啊，那么所以今天啊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就是让大家知道怎么去调色，怎么去晕染花瓣的颜色，它是怎么过渡过来的，这个就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咱们的用笔，你看笔尖上是一点点太白色，一定记着笔尖上是太白色，那么笔根和笔肚就是清水。最后咱们还有一个花瓣，把这个花瓣也收拾一下。那么晕染到这个莲蓬根的时候啊，还有咱们合杆的时候也小心一点，不要把这个墨线都压住。你看，小心的把它提一下就可以。笔尖再来一点点太白，咱们把最后都收拾的时候了。那么这一步呢，就是笔尖上来一点点的太白色，对每一个花瓣最重的地方，咱们把它压一下，也就是把它提一下。啊，每一个花瓣啊都注意一下。都要把它提一下，让花瓣呢这样的话更亮了，是不是？现在咱们再继续收拾，现在就到了收拾的时候了啊！每一次呢，笔尖上只沾一点点的太白色，千万不要多。那么沾一点点的太白，对，咱们把它继续收拾一下。现在咱们笔尖调一点胭脂色，加一点点花青。那么把靠近莲蓬的地方，咱们把它压一下，这个呢就是重颜色了。对，有了这个重颜色，你看现在一下子咱们的这个花瓣就亮起来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啊，每一个地方咱们都把它调一调，压一压。重的画了之后，那么现在笔尖上颜色淡了，咱们把外边的花瓣也扫一下。到这一步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小心啊！笔尖上颜色要淡，哎，淡淡的胭脂色，千万不敢重了啊！那么哪里不够，咱们把它加一加都可以。那么下来呢，笔尖这个胭脂色，咱们把每一个花瓣尖尖压一下，对，反瓣里边的地方，你看每一个都是反瓣里边，也用这个胭脂色把它压一下。
只是笔尖有颜色啊，笔尖上沾一点点的颜色。用笔的时候啊，压一下，你看咱们怎么用笔？是笔尖稍微把它压一下，扫一下就可以了。现在咱们用一点点的三绿色，笔尖来一点点三绿色，调一下，再调一点咱们的藤黄。那么调完之后，这个颜色咱们把莲子再往亮的提一下，你看，就这一点点颜色，是不是？一提以后，咱们的莲子呢就亮亮的就出来了。所以呢，记着啊，这个就是咱们的三绿色。对，三绿色它是一个实色，你看一提它就亮了。那么现在呢，用这个三绿色再加了一点点咱们的藤黄色，把莲蓬也提一下。现在笔尖调一点点燕子色，再加一点点花青色，咱们画荷杆儿。那么荷杆儿呢，你看最重的地方是咱们加了一点点燕子色和咱们的这个花青色，是不是？然后一笔扫下来，轻轻的扫下来，这样咱们荷杆儿就画好了。那么如果想绿，再加一点点都可以。对，稍微把它扫一下，让它有一个变化。现在咱们用太白色加一点点咱们的藤黄色，咱们开始点蕊丝啊，咱们的花蕊。点花蕊的时候啊，那么也注意一下，笔尖上是太白色，加一点点藤黄，对，稍微提一下。那么也是一组一组的去点它啊，这个也要小心一点。咱们点的时候，你看，3个一组或者4个一组哈。那么现在再给莲蓬上边再来一个，这个就是太白色要稠一点，不要加水。对，太白色不要加水。那么咱们把它提一下，每一个都把它点到啊。这个点的时候一定注意，一定把它点到。那么点这个蕊丝的时候啊，咱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它的姿态。对，蕊丝的尖尖，咱们给它就是一个小蝌蚪的形式。所以呢，点染的时候啊，也是错落有致的。那么把每一个地方咱们点完之后，你看连到莲蓬根的地方，只需要轻轻的把它扫一下就可以。在花瓣的露出来的尖缝的地方，咱们也要画一些它，因为咱们今天画的是秋荷，秋荷的花瓣开之后，那么它这个蕊丝就很大了，是不是？所以现在到最后的收拾的时候啊，每一个地方咱们用太白再把它轻轻的点一下。那么画完之后啊，咱们就开始用墨汁勾咱们的叶脉。那么勾叶脉的时候注意一下，也是用小号的咱们的这个1号笔。那么墨色呢，用咱们的重墨啊，不要用浓墨啊，一定记着不要用浓墨。那么从咱们的叶瓣，你看我先勾一下它后边的地方。那么勾的时候钉头鼠尾，这个线条就可以稍微粗一点，是不是？那么咱们现在咱们把后边部分啊，连荷杆的部分，咱们先把它勾一下，这个大的轮廓出来，然后再看前面小的。那么秋荷的叶子，大家知道它有斑斑驳驳的，是不是？那么有错落的，对，大的小的这个窝窝的地方，那么把它的边缘啊，咱们画的要很生动。你看，我把它画一下。那么有风吹的，有那个长河的那种边边，咱们把它都画出来。所以说这一步啊，勾线的时候也是钉头鼠尾。你看，咱们线条一定要勾得很生动。那么这是反过来的叶子了，这一片是反过来的叶子。那么下来，咱们把它的叶脉也勾一下。勾叶脉的时候啊，也注意看一下它叶脉的那个形状是什么的，是伞状的，是吧？因为咱们荷杆在后边，所以呢，每一个叶脉都要从荷杆的后边往下边勾。那么前边呢，你看小小的伞状的叶脉，每一个啊，咱们都把它勾一下。那么这一步啊，用笔的时候就要稍微灵活一点。好，咱们后边的叶脉也就勾完了。那么前边呢，再看过来，因为咱们这个叶子是一个抠下来的，是不是？
这是在画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它前边的正面的叶子和里边的反瓣的叶子都要把它看一下。那么现在就要勾荷杆，咱们后边的荷杆勾的时候也注意一下它的朝向到哪里啊？你看出的方向，那么也是双勾，对，咱们把它勾2条线勾出来。那么后边咱们这个荷杆啊，咱们就看一下。那么仍然是和前面这个一样，但是注意一下荷杆出的地方啊，咱们这个就是生发关系了。国画里边讲的一个生发关系，咱们让它出到哪里？那么现在看过来，咱们从哪里出来？从这里，让它稍微有一个交叉，对，让它交叉下来。那么这样就生动了，是不是？然后把里边的这一条线，咱们把它再画一下。那么画荷杆的时候啊，荷杆一定是很有力量的，是不是？现在莲蓬的地方，咱们再把它画一下。那么莲蓬画的时候啊，边有一个花瓣，咱们先把它这个花瓣画出来。你看，现在我把花瓣先画出来。那么花瓣长在莲蓬上面，所以呢，咱们现在看一下莲蓬。那么莲蓬勾的时候也要注意了，莲蓬呢用咱们钉头鼠尾，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注意一下笔锋的变化。你看，我用小的毛笔啊勾的它。就是把蕊丝啊，咱们要蕊丝了，对，我再把蕊丝再加一下。咱们蕊丝呢勾的时候用双钩，大家看一下啊，咱们用的是双钩。那么今天的蕊丝也是比较漂亮，长的短的，因为这个荷花它上面已经没有荷花瓣了，只有一个，是不是飘飘落落就剩了一个？所以呢，咱们把它蕊丝画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它的姿态啊。那么长的短的。多的少的，让它有一个交织的过程。你看这个啊，就是短一点，然后下来，咱们再给它继续。那么这个蕊丝呢，它因为啊有这个蕊丝的尖尖，咱们画的时候都用双钩把它勾一下。对，这个全部咱们都用双钩把它勾一下。这一步勾的时候啊，咱们就要看一下它蕊丝的结构。那么尖尖是有一个啊，咱们给它画了个椭圆形的，那么整个画面的感觉看过来啊，咱们整个画面，那么要看一下画面的协调性了，是不是？然后咱们再把它收拾一下，你看，把它那个结构的地方，我再用笔尖把它抻一下。抻完之后，咱们就要画荷杆，再把荷杆它那种枯枯的感觉再画一下。对，这个画的时候啊，线条要稍微淡一点点，墨汁稍微淡一点点，笔尖上。那么现在就要用墨汁点它的这个小刺儿了，仍然是啊，每一个小刺儿咱们都把它点到。那么现在看每一个小刺儿，咱们都把它点到。好，现在咱们把所有的啊，都把它该收拾的收拾一下，该点染的点染一下，把莲子。下来，咱们用2号笔蘸白颜色，太白色。把脉线，就是荷叶里边的脉线，咱们全部把它勾一下。那么这个太白色啊，也不要调得太稠。那么你看里边的脉线在哪里？咱们把它用太白色一个一个的，对，都把它勾一下。啊，那么勾这个脉线的时候啊，也注意一下，和咱们板瓣勾的时候是一样的，它就是都是散状的，是不是？那么里边呢，咱们用太白全部给它勾一下。那么现在呢，咱们把每一个都勾到，对，每一个都用咱们的这个太白色啊，把它全部都勾到。现在咱们就要看一下调色了，要晕染叶子了。那么晕染叶子的时候啊，咱们首先看一下颜色怎么调，先调一个咱们的花青色和咱们的这个焦茶色啊，毛笔上先调一点点花青和焦茶。
下来笔尖上再来一点点的墨色，那么调一下笔尖儿，然后咱们从哪里走？咱们从荷叶里边的星星这一块啊，看过来，从反瓣儿就在这里边的星星的地方，咱们开始往外边晕染。那么这个晕染的时候啊，一定注意一下笔尖的方向。笔尖呢，你看，在咱们刚才勾的那个叶片的外轮廓的地方，对，沿着它。你看，这是一笔墨啊，咱们一笔墨先要从这个最里边往外边晕染，因为咱们这个云龙轩啊，就是说它这个晕水控墨都是非常棒的，那么自然出来的那种肌理效果也是非常漂亮的。所以呢，这个咱们今天晕染的时候，一个注意控水控墨，那么再一个就是关键是大家看到咱们怎么去调色了。这一步啊，咱们晕染的时候呢，也要稍微小心一点。你看现在就是点染，对，用笔尖，现在是淡的颜色了，笔尖的重墨已经没有了，是吧？咱们就用淡淡的颜色点染一下它。到荷叶边边的地方啊，咱们这块边边的地方，你看扫一下它，压一下，对，轻轻的再去点染，把它所有的颜色呢，毛笔上的颜色都用完，是不是？都点染完。那么下来咱们要调色了，笔尖上啊，来一点水，加一点点咱们的珠标色，你看，加一点点珠标色，然后呢，把咱们的荷叶的边边再晕染一下。你看，现在是加了一点点的珠标。下来再加一点点鹅黄，咱们在上边对晕染一下，让它叶子有一个变化了。你看上边就是黄颜色，下边呢就是咱们的珠标色，是不是？那么上边翻过来的叶片咱们就颜色淡一点了。你看翻过来的颜色啊，就直接淡一点。从咱们那个荷杆的地方啊，莲蓬的荷杆的地方。对，然后往下边晕染也是一样啊。你看现在毛笔上的水越来越淡了，是不是？那么现在在笔尖再调色了，调一点点珠标，咱们把它笔尖调匀，你看这个颜色就红一点，比下边的珠标就更亮了，因为本来的毛笔上的颜色就少，是不是？所以呢，这一步它的颜色就稍微发一点点红颜色。那么咱们的这个叶子呢，它这个变化就出来了。你看现在我又加了一点什么？加了一点点咱们的藤黄色和鹅黄色，是不是？让这个抠过来的叶子，你看一下子就有了这个变化了。那么下来笔尖上再调一点焦茶，你看直接浇一点焦茶色就可以。咱们把这个荷杆扫一下，对，这现在咱们的荷杆就出来了。那么上边的荷杆，你看加了一点点的烟紫色，对，在笔尖上加一点烟紫色。也扫下来，让两个荷杆就有了变化了。现在咱们这个画面3个荷杆是3个颜色，那么笔尖再来一点点烟紫色加焦茶色，咱们把莲蓬靠近荷杆莲蓬的地方提一下，还有咱们莲蓬的边边也提一下。那么现在再加一点点珠标色，让这个莲蓬呢稍微发一点红颜色，和咱们的叶子是不是就有了呼应了？对，现在这个颜色呢，就是左右都有呼应了。那么再调一点点的鹅黄色，把所有的莲蓬咱们再点一下，扫一下。那么现在莲蓬的颜色就出来了。那么下来啊，把这个荷杆咱们再提一下都可以，你看稍微把它再提一下，对，让这个荷杆3个荷杆的变化呢再大一点点。现在笔尖上啊，咱们加了一点烟紫色，加了一点墨色。咱们要把它这个荷叶上这个残荷的洞洞，现在把它点一下。那么这个点的时候啊，就是大大小小、凑凑落落啊，那么大家想怎么点都可以看啊。那么让它只要有一个变化就可以。所以说这个就是咱们画秋荷的时候，那么叶子怎么去点它啊？你看上面我可以用一点点花青，对，稍微再把它提一下，让它这个结构呢再明显一点点，是不是？现在咱们笔尖再来一点点的这个花青，加一点点墨色。好，咱们再继续看过来，把所有的都点一下，看提一下就可以。到这一步的时候啊，咱们就是收拾的时候了。
那么继续看一下哪里的颜色不够，咱们再继续加它，让这个荷叶呢斑斑驳驳的感觉再明显一点点，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也不要急，画画呢也不要心急。那么你看现在我又加了一点点墨色，把前边的再点一下。那么毛笔上注意一下空水空墨，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看用咱们的折石也可以加一点花青，或者加一点点的胭脂色都是可以的。你看怎么点都可以，让它这个叶子呢有一个层次感，是不是？然后让这个叶子的洞洞呢也更加漂亮一点点。那么现在再把后边的这个花瓣还有一个咱们也把它画一下。笔尖上是一点点浅绿色，对，那么浅绿色呢，就是加了藤黄里边加了一点点咱们的花青色，你看把它扫一下就可以。那么扫完之后，咱们就要注意了，用咱们的太白色那么现在就是用咱们的太白色看过来，笔尖上调一点点的太白色。那么仍然是画花瓣的方法，从咱们最前边最重的地方来压一下它。对，笔尖，你看笔尖从最前面最重的地方往后边扫，毛笔上水不要太多了，也是笔尖上只有太白色，对，现在笔尖上的颜色就淡一点了，是不是？然后咱们再继续它扫一扫，那么白颜色不够的时候咱们提一下它，对，让花瓣的地方咱们稍微重一点点。那么提一下压一下它，这个就是咱们画刚才那个花头的时候那个方法那么也是笔尖看一遍不够颜色，咱们再提一下第二遍颜色。现在呢把里边的花瓣也画一下里边的花瓣也用白颜色，咱们把它倒染一下。最后呢，毛笔上咱们轻轻的来一点点淡淡的太白色，把它扫一下。那么笔尖仍然是用咱们的胭脂色压一下，给它一个颜色。对，这一步的时候也就是收拾。那么笔尖的这个胭脂色要淡，不要太重，只轻轻的把它压一下，提一下，你看花瓣一下就出来了，是不是？那么现在呢，花瓣也就完了。咱们要准备调颜色了，藤黄或者鹅黄调一点点，咱们的蓝颜色花青也可以，或者调一点点的这个太青蓝也可以。那么这个呢就是花青多一点，加一点点的焦茶色，然后下来你看这就是一个灰灰的绿颜色。咱们把蕊丝每一个都画一下这个呢就是蕊丝比较长一点。对，今天这个花瓣呢，因为只有一个了，所以呢，咱们这个蕊丝就不要画那么鲜亮的，咱们就画一个灰灰的灰绿色，把它每一个都点染一下。对，所有都点染一下。那么到这一步的时候也就不要心急。那么你看，把那个蕊丝尖尖要留下来蕊丝的尖尖咱们不画，只把它这个蕊丝画了，然后蕊丝尖尖用白颜色看过来咱们要用太白色，蕊丝的尖尖用太白色，把它每一个都提一下，那么让蕊丝一下子就亮起来了，是不是？只太白色点的时候一定也注意，太白色呢要稠一点点，不要太调得太稀这个就是一定要调稠一点。咱们把所有的蕊丝给它点一下。对，和那个花一样，是不是？所以呢，这边的蕊丝也要有一个呼应了。那么你看，我笔尖上是一点点稠稠的太白色，咱们把它点一下，所有的蕊丝尖尖都把它点一下。那么在莲蓬这一块咱们也给它点一个，对，后边看不到的或者有短的有长的，咱们就都把它全部点一下。一遍不够，咱们第二遍再把它提一下。蕊丝好了，咱们画小鱼，用小的1号笔，先用一个墨色把小鱼的嘴巴的位置先定出来。我把每一个小鱼的
地方，先把它嘴巴用一个小小的圈圈啊，咱们把它定出来。那么画小鱼的时候，你也可以画几个都可以，画3个也可以。我呢，今天给它画6个，咱们多画几个，那么顺风顺水，是不是？所以呢，这就是小鱼。现在咱们调的颜色，现在笔尖上加一点咱们的烟紫色、荷花青色，我要画小鱼的身子了。那么从头部，你看扫下来，那么画的时候啊，注意一下。小鱼的尾巴画的时候呢，要轻一点。咱们你看啊，再一个就是小鱼的姿态啊，每一条姿态，那么不要把它画的一样。你看这一个小鱼，我就把它稍微的看斜一个，那么下来再来一个，啊，让小鱼整个有一个动态。你看，所以说这是一群小鱼啊，咱们画的时候呢就要注意一下。你看现在咱们画了几个，再加一个，好。加了一个，咱们一共画了6个了，是不是？是不是6个小鱼？那么现在你看，把它的鱼的眼睛都点一下，对，小鱼的眼睛点一下。那么这个啊，咱们今天的小鱼是一个非常禅意的小鱼，所以大家在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像画的大鲤鱼那样啊。那么现在在毛笔上，对，稍微把刚才的那个。发一点烟紫色的那个颜色，咱们把小鱼的身子扫一下，这个就是烟紫色加一点点交叉色就可以，或者你加一点点珠标也可以。这个就是扫小鱼身子的时候，那么用哪一个颜色都可以。喜欢红一点，咱们就调一点点的珠标色，稍微深一点，那么带一点花青色也是可以的。现在你看，我把每一条小鱼都扫一下，还有它鱼鳍啊，今天画鱼鳍就很简单了。啊，非常简单。那么所以呢，整个画面啊来看，你看几个6个，还有一个没画。对，咱们再继续把它扫一个。好，现在咱们这个画面呢，就你看最后的收拾了。我把鱼再收拾一下。啊，看鱼还有哪一个地方不够啊？就是啊鱼头的地方，咱们把它再扫一下。毛笔上要控水控墨啊，一定要水要少，不要水太多。那么现在咱们把它继续扫，那么咱们今天啊，这个就画面就整个的画面也就画完了，是不是？那么现在再看一下小鱼的嘴巴，咱们给它点一个红颜色，是不是？用一点点珠标色点一下。好，那么小鱼更加的生动了。那么下来咱们就看落款，落款的时候落到哪一块？落到咱们的右边啊。右边落的时候压住咱们的荷杆，因为这个荷杆在整个画面有点太平了，所以呢，咱们用落款的形式把它压一下。你看，那么现在落章的地方，咱们看过来，章的地方落的时候啊，要稍微离一点距离，不能紧挨着咱们的字啊，名字。那么现在咱们就画完了，今天呢和大家也就分享到这里。